弟弟死后，六阿婆让我背尸绕村，可当晚他就死在了灵堂里，他的血滴在阴灯里，火苗摇曳抽长，不时炸出一个灯花。龙凤胎弟弟江叔死的那晚，我在睡梦中被那种猛然的坠落感惊醒，心口阵阵闷痛，眼泪无缘无故哗哗的流，整个人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接到我爸电话，让我连夜回去。到家的时候，江叔的尸体就一块白布盖着，摆在用竹席搭出来的棚子下面，东西都还没放下，我爸妈立马拿了收敛的衣服和水盆给我，说让我给江叔擦身穿衣服。虽说我和江叔是龙凤胎，可也没有我一个姐姐帮他擦身穿衣的道理呀，更何况我也不会啊。我爸居然还毫不避讳地将白布掀了，露出江叔赤裸的身体。我正要压下白布，可入眼江叔身上密密麻麻全是黑青黑青的手印，就好像他死前无数双手死死抓着他，有的更甚至五指清晰可见。更怪的是，他身上扎了很多桃木钉，还用红绳牵绕着这些桃木钉，好像他不是个人，而是个提线木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死的？我扭头看向爸妈，他是守村人，为村里挡灾了。我妈猛地就哭了出来，紧紧抱着我道：专门收敛的六阿婆说了，德智亲帮他擦身收敛，点阴灯，背尸绕村为他收魂，要不然他下辈子还是个魂魄不全的傻子。江颖啊，你跟他这辈子是龙凤胎，上辈子是夫妻，最亲了，你总不能让他下辈子还是个傻子吧？我妈哭得不能自已，直接就瘫到了地上。老家说龙凤胎上辈子是夫妻，不能一起养，要不然总得要一个。我们上面还有2个姐姐，爸妈自然留了江叔这个儿子，把我送到远房亲戚家。可江叔一直到4、5岁还不会说话，去各大医院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智力低下。村里的神婆说他前世有悔，这一世自愿3魂去1，7魄去2，镇守全村，受今世苦难，想来世之福禄。也有说我爸妈命中无子，强求也只得一个傻儿子。但凡说这种话，都会被我妈拎着案板和刀剁头剁脚的骂。村里慢慢的就没人说了。我能知道是有次爸妈没给养我那家生活费，那家人在背地里骂，被我听到了，也是龙凤胎的原因。江叔谁都不认，只要见到我就特别亲热，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留给我。江叔傻，但是单纯，加上爸妈一直宣扬他是守村人，所以村子里人的对他也还算可以。谁家红白喜事，他去凑热闹，吃的喝的总少不了。而江叔死的那晚，就是村里老马家给他儿子配阴婚，神婆说那配阴婚的姑娘来路不正，全村的遭殃，老马家却毫不在意的唱一碗大喜，村里人都去看热闹了。等到了凌晨散了场子，外村人走时，才发现江叔赤身裸体，布满青手印，死在了村口。收敛的六阿婆说他是替全村挡灾了，就安排了我妈说的那些。这说法神乎其神，既然是老马家结阴婚，害死了江叔，就该找他们啊。我爸妈一个劲的哭，说现在灾已经挡了，先给江叔收魂，让他全魂入土才是正事。看着江叔那张和我相像的脸，加上昨晚的古怪的梦和突然而来的情绪，我倒宁可信其有，至少希望他来世是个健全的人吧。听我愿意，我妈立马去请了六阿婆来。我按六阿婆教的，热水添米醋，先将江叔的身体擦一遍。也是怪事，随着热毛巾敷过，江叔身上那些青手印居然慢慢消失了。又在六阿婆的帮助下，用毛巾热敷过关节后，趁着不这么僵，用一块白布缠身，将尸体拉起来，再一件件地穿上寿衣。无论是擦身还是穿衣，那桃木桩和牵身的红绳，六阿婆都不让我碰。那寿衣也有点怪，反倒有点像是结婚的喜服，只不过颜色是暗红色，倒像是结冥婚的。刚给江叔穿好，我爸妈居然拿了一身给我，说是让我穿着，先背尸绕村1圈，叫魂后再点阴灯。那一身赫然与江叔身上的是一套龙凤服。我隐约感觉不对，但六阿婆在一边道：你和他龙凤胎，前世是夫妻，这是不结成夫妻，他是不会走的，你就当穿着姐弟装送他最后一程吧。再多说什么，我妈就在一边哭。我看着江叔那张脸，心头又一阵阵的闷痛，只得按六阿婆说的，换上那身长挂喜服，然后半蹲在凉床前。六阿婆和爸妈一起将江叔的尸体拉到我背上，再用白布将我和江叔的胳膊胸膛背靠背的缠起来。他在绑的时候，嘴里还细细的念着：女背尸，续前缘，福禄寿财皆相连，点阴灯，香火绵，偷龙转凤命不绝。他原先念，我还没怎么听懂，但他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么几句，还边缠边念，尤其是最后一句，总感觉不对。什么叫偷龙转凤命不绝？但事先说过，
缠布绕尸时不能说话，我也就憋着没问。等背尸缠好，爸妈撑出一把大红伞时，说是背尸不能见光，得让六阿婆撑伞在一边跟着。结婚撑红伞，死人撑黑伞的，我背尸绕村，穿着这种像是冥婚的喜服，还撑红伞，爸妈这是真要给我和江叔冥婚啊！想拒绝，可六阿婆说了，尸已经上碑，不能回头，还劝我道：“你们是龙凤胎，上辈子的夫妻，这辈子同胞，就算是结个冥婚也没什么。”这是一步步的引着我入套啊！我只得背靠背的背着尸，任由六阿婆在身侧撑着红伞，吸了口气撑着起身。江叔比我高一个头不止，我背尸起身时，尸身不是特别重，他的脚后跟和我的脚后跟环脚打脚。我爸妈怕被冲撞了，也撑着红伞，拿着锣在前面敲喊：“阴人过道，阳人回避。”这是赶尸的号子，他们倒还整得挺正式的。我每走一步，撑着红伞的六阿婆就在旁边念一句：“背尸女，一步了恩仇，2步断红尘，3步入冥府，4步。”他说到4步时，每次声音都刻意压低了，在喉咙里咕咕地说着，我怎么也听不清，但红伞透着红光，映着我眼前的路宛如一条血路。或许是我爸妈在前面开路，绕村的时候，村里所有人家都关门闭户，连窗户都没开的，但村里的猫狗却全都趴在路边，朝着我们呜咽。路过稻田的时候，还有蛇蛙趴在田埂上一动不动的，更甚至有几只黄皮子窜出来，对着背尸的我拱手作揖。这是百灵送行，江叔作为守村人，庇护一方，他们是来送的，你别怕，好好背尸就行。六阿婆还跟我解释，我们村子不大，江叔的尸体并不沉，绕村一圈也容易。但不知道为什么，六阿婆并没有让我往村口江叔死的地方走。等回到家门口搭的棚子那里时，将江叔的尸体放回停尸床，我爸妈却还是不肯让我换衣服，就让我穿着这身冥婚服，在停尸床的首尾各点一盏阴灯，其实就是长明灯，点在死者头顶和脚尾，为亡者引阴路，所以也叫点阴灯。江叔死得古怪又惨，年轻夭折，不能立马出殡，免得尸变，所以得摆7天。这7天里，我得守着这2盏阴灯，每天傍晚还得背尸收魂。我只要稍有拒绝的意愿，我爸妈就会说，以前江叔得了几个糖，都要留着过年我回来给我吃。有次糖化了，他哭了好久，如何的。我想到那些事，心里又是一阵阵的酸闷，只得点了2盏阴灯，顺带给江叔烧纸，希望他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吧。摆7天，所以前面几天并没有做法事。入夜后，我爸妈他们就去商量其他的事情了，就我一个人守在灵棚里。到凌晨的时候，我正烧着纸，烟雾缭绕间，突然有着阴风吹来，那2盏阴灯被吹得呼呼作响，随时都要灭了。我一个人，一下要护头顶，一下要护脚尾，正忙得不可开交，就听到一个女子弱弱的声音道：“不要背尸绕村，不要点阴灯。”我回头一看，就见一个穿着跟我差不多冥婚服的女子，身上绑着红绳，站在灵棚外，一边对着2盏阴灯吹气，一边朝我悠悠的道：“他们要偷龙转凤。”她吹气居然一点都不影响说话，正想问什么叫偷龙转凤，那女子突然露出恐惧的表情，急急地朝停尸床拜了拜，跟着阴风一起，又吹得2盏阴灯呼呼的。我本能地伸手去挡风，却感觉手上被火光一燎，跟着瞬间清醒，自己根本就没有床尾的阴灯呢，也是在烧纸的火盆前，可能是记挂着2盏阴灯，所以做了怪梦。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我带着疑惑，却还是本能的往床头床尾看了一眼，却发现那2盏阴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全灭了。阴灯灭，亡魂迷，黄泉路上苦无依。我忙拿着打火机，正要去点阴灯，就听到咯咯的笑声传来。守村人笑嘻嘻，知灾民难无人听。守村人心太善，为救村民死得惨。我忙扭头看去，却见那个说江叔是守村人的神婆，披头散发，光住脚，笑嘻嘻地跑了过来。他这人平时就不好好说话，3句有2句是唱的，没一会就窜到我面前，头左摇左摆地打量着我：“你就是引龙的那个凤啊！”这话说的莫名其妙，但我猛地想到那所谓的偷龙转凤，可能指的就是我和江叔这对龙凤胎，忙试着道：“什么叫偷龙转凤？”神婆伸手摸了摸我身上的冥婚符，又瞥了一眼江叔，嘻嘻的道：“以凤引龙的龙子，不想无福去幽魂。守村只为护一人，不想人心失善心。”他这唱的不文不白的，但暗有所指。我一边思索着，一边去点阴灯，却又听到他呵呵的唱：“点阴灯，香火绵，偷龙转凤命不绝呀！”他们居然还想偷，这村里人都要死了，要死了！自一江叔惨死，据说也是为全村挡灾了。我正要问，那神婆难得的说着：“他守村为护你，既然这样，我也还他一份情吧。那你告诉我，
江叔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忙扭头去看他，却听到了的一声响，面前寒光一闪，那神婆居然从松宽的衣服下面掏出一把刀，对着自己的脖子直接就深深的扎了一刀。那咯的一声，就是刀扎入喉咙的声音，我吓得整个人都僵了。他还拔出刀，将头凑到我面前的阴灯前，命为心，血为油，换得龙凤的自由。随着他说话，那血水咕咕地流入我面前阴灯的灯油里。我怎么也没想到，神婆刀进刀出，这么直截了断。在血水咕咕淌进清油里时，终于从夏猛中缓过神来，放声大叫：“爸，快救人啊！”跟着伸手想去帮神婆捂住脖子上的伤口，他却好像突然感觉到痛，整个人宛如被割喉的鸡一样，双腿一蹬，身体直接拉长，从停尸床的床头蹬到了床尾，血水又咕咕流进了床尾的阴灯里。我哪还顾得上其他的呀，连忙跑过去，伸手抱住他，扯住冥婚符的衣摆，帮他捂住伤口。他却还朝我笑，伸手指了指脚尾的阴灯，张嘴想说什么，可一张嘴就是血泡。你别说话，别动。我一边在脑袋里苦搜着急救的办法，一边大叫：“爸妈，快来人啊！”可无论我怎么捂，那刀口就是捂不住，血水透过衣服濡得我满手都是。我爸妈急急地赶过来，见状也吓了一跳，连忙一边打电话叫人，一边又叫我将人挪开，怕屑溅到江叔尸体上，不太好。神婆虽然疯疯癫癫的，但确实有点真本事，平时给小孩子收魂，谁家有怪事都找他看。听说他出事，村里人立马就来了不少，连村医都急急忙忙拎着医药箱赶来。等众人七手八脚的将神婆抬上车后，我重重呼了口气，将手上的血在冥婚符上擦了一下，本能的往停尸床那边看了一眼，瞬间全身发冷。只见那2盏原本灭了的阴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点燃了，火苗摇曳抽长，灯芯吸着下面混着血的清油，不时炸出一个灯花。可刚才大家都只注意着神婆的伤，没有谁点阴灯啊。我爸妈见我盯着阴灯，也凑过去看了一眼，只得骂骂咧咧地说晦气，没有谁家阴灯用血点的，也不知道那疯神婆搞什么。阴灯一旦点了，就不能灭，更不能换，只能添油，轻易不能动。我身上的冥婚符也全是血，自然是穿不成了的，不得不进屋洗澡换身衣服。就在我洗澡的时候，雾气弥漫间，背上一冷，跟着浴室雪白的墙砖上有着暗红冥婚符一闪而过，我吓得立马捂紧了毛巾，扭头看去，却见带雾的镜子上有着血水染着水雾，写了几个字：村中无活人，到了槐树下速离。那几个字写得扭曲，而且看样子是用手指头写的。我捏着手指，正要去对比字的宽度，就听到砰的一声，浴室门直接就被撞到了。我爸妈同时出现在浴室门口，朝我大叫道：“江叔的尸体不见了，肯定是去村口槐树下了，你赶紧去把他背回来。”幸好我手里捏着毛巾挡着，要不然他这么冲进来，算怎么回事？听到槐树下，猛地扭头去看镜子上的字，却发现镜面上只有着薄薄的水雾，哪还有那染着血水的字？难道和那名符牵红绳的女子一样，也是做梦？只是那字的意思就是让我到槐树下后趁机跑，这回江叔的尸体就不见了。而我爸妈却料定他尸体去了槐树下，让我去背回来。他们怎么就这么肯定？而且用的是去，难道是江叔诈尸自己跑去了？如果是诈尸，那留字的是不是也是他？他这是在给我机会，让我逃出村子。我看着布满水雾的镜子，想到前面所说的村中无活人，可我刚才还见到了很多人呢。不对，白天背尸绕村时，整个村子所有人都关门闭户，一个人都没有。救神婆时是凌晨了，但白天我爸妈和六阿婆出现了呀。我不由得扭头朝我爸妈看去，可家里现在用的灯照着人也没有影子，我一时也没知道他们是人是鬼。但想到种种怪事，心头也开始害怕。或许是发现我打量的眼神不对，我妈终于反应过来了，把我爸推开，帮我将门带上，催着我道：“你快点，天快亮了，到时背尸吓着人。”可我回来那会，背尸绕村也是白天吧？我心头发悸，疑惑重重，但无论是什么，都得先去槐树下看一眼。等我穿好衣服出去，我爸手里拿着铜锣，我妈一手抱着织公鸡，一手拿着缠尸绑绕的白布，六阿婆也已经来了，就等我一起去村口槐树下了。楼下停尸棚的阴灯依旧燃住，不时炸出2个灯花，啪啪作响，空气中却有着血水然后的焦臭。停尸床上的江叔真的不见了，只剩盖尸的白布被掀在一侧。问我爸妈尸体怎么不见的，难道是自己诈尸跑的？他们就只是冷冷盯着我，我们哪知道啊，都这个时候了，先把尸体背回来是正事啊。
村里这么多狗，难道让他尸体被啃掉吗？也不给我多问的机会。两人依旧撑着红伞，拿着锣开路。六阿婆也撑着红伞在我旁边，朝我悠悠的道：“先去背尸吧。白天撑伞是为了遮光，可这凌晨背尸，为什么还要撑把红伞？”凌晨的村间小路，雾气弥漫，没有路灯，虽不到伸手不见五指，但能见度也低。我妈撑着红伞，胳膊上搭白布，抱着公鸡；我爸拎着锣，边敲边喊阴人过道，洋人回避。而我跟六阿婆走在后面，似乎我才是那个过道的阴人。我试着拿手机朝他们照了照，微弱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地上有着模糊的影子，心头也微微安宁了一点。试着快几步追上去，问我妈道：“大姐二姐怎么没回来呀？要摆7天呢。他们有孩子读书，要到出殡前1天才回来，送送就行了。他们打小就和江叔感情不好，还不是因为你。”我妈抱着公鸡，幽怨地看了我一眼。江叔虽然没和我一起养，但只和我亲，有点好的都留给我，大姐二姐抢都抢不到，所以也极恨我。加上江叔痴傻，大姐二姐嫁人说亲的时候没少受这点拖累，兄弟姊妹一个不好就是仇。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感觉哪里不对。但我妈却不准备让我再问了，只是抱着公鸡闷头往前走。六阿婆还扯着我，他们开路呢，我们隔几步，免得被冲撞了。她手冰冷得跟铁爪一样，我忙扭头朝她看了一眼，却发现她身后的路上有着什么反着光，拿手机一照，居然都是米。白米引路，阴魂回，这天还没亮，万一背尸碰到鬼打墙呢？我就特意撒米记录。六阿婆毫不忌讳，示意我快走，无论我问什么，他们好像都有话等着我呀。更怪的是，白天背尸，蛇蛙呀、黄皮子都了出来。这会凌晨，按理正是虫鸣蛙叫的时候，整个村子却一片死寂，一点声音都没有。村口的大槐树已经好几百年了，树身3、4个人都抱不住，树上全是个肿洞。槐树又叫鬼树，招阴，传说树身上的空洞就是路过孤魂野鬼的居所，那槐树大的洞里都能藏下个人。10几年前，村里有孩子躲猫猫藏树洞里，几天都没找到，是后面苍蝇围着树洞飞才发现，据说尸体都和槐树融成一体了。那些一起玩的都说见有个特别漂亮的小孩子藏在里面，死的那个孩子才藏进去的。村里就传言是老槐树要吃人，有小鬼做娼引孩子藏进去，再弄死做树肥，村里人就都避开这槐树走。后来村里修马路，原本打算挖掉槐树的，可挖断的树根里流出来的全是血水，开挖的那几个人当晚高烧一语，差点就没命了。还是死掉的那个神婆在槐树下烧了一夜的纸，才保住了小命。但这老槐树是没人敢再动了，马路就修到了村子的另一头。这有槐树的村口就只有进出的小路，所以白天我回来并没有经过这些。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妈不停地看手里的公鸡，那槐树下并没有江叔的尸体，但树身上却和江叔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桃木钉，每颗钉子上还缠着红绳。我看得奇怪，正要问江叔尸体在哪，六阿婆就让我转身背对着槐树半蹲下，说他们去把江叔的尸体拖到我背上就行了，还说让我别问，问就怕惊着这棵老槐，怕背了其他东西回去。我心头疑惑不已，但槐树阴森，加上红绳牵绕，月光从重重的树冠洒下来，落在地上的阴森，有的宛如扭曲的人脸，有的宛如伸着利爪。脑中不由闪过那经上的字速离，但我妈一把将我身体推翻过来，朝我低骂道：“你怕什么呀？我生了4个，就你最出息。江叔没了，你大姐二姐怪我们重男轻女，偏心江叔，不管我们死活，难道我和你爸还会害你？我们还指望你养老，巴不得你好好的，这倒是实话。”加上他根本就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和六阿婆一人扯一边，压着我背对着老槐树半蹲着。我妈还把那一直抱着的公鸡递给我，让我抱着。六阿婆交代我千万别回头，说这是背活尸，一旦回头打了照面，对上了眼，就容易出事，尸体就沉如山，背不动了。还给我讲了好几个典故，让我无论如何都别回头。我只得抱着公鸡半弓住身子，想着他们从哪拉出江叔的尸体，为什么这槐树会和江叔一样钉满桃木钉，缠满红绳，还有村子里的诡异。一般白事多少会有人来看看要不要帮忙，或是上个香什么的，可除了神婆出事，整个村子除了我爸妈和六阿婆，其他人好像都不出门，连那个所谓阴婚的老马家都没一个人过来。正疑惑着，脖子上就是一冰，好像有露水什么的滴在了我伸着的后颈，整个人都是一激灵。我本能的伸手摸了一把，
等收回手来，却发现那是血水。本来就紧张的身体，跟着就是一僵，正要抬头看，就又有一滴浓稠的血水滴落在我抱着的公鸡身上，还一滴又一滴，金黄的鸡毛，暗红的血水，无比清晰。我本能地抬头朝上面看了看，只见一根半耷拉着的树枝上，刚被村医救走的神婆，全身赤裸，躯干被红绳缠固在胳膊粗的树枝上。她两条胳膊宛如树枝般的展开，被用桃木钉给钉在旁边的侧枝，被刀扎穿的脖子和耷拉着的树枝一起倒垂着，半藏半隐在茂密的树叶中，双眼翻白，好像在朝着我勾嘴笑。那血水就是从他脖子上的伤口滴落下来的，而在他旁边的树枝上，郁葱茂盛的叶子中间，隐约有着其他伸展的躯体。我被槐树上的景象给吓得发僵，紧紧地抱着手里那只公鸡，眼球转动，一点点地打量着那茂盛树冠的枝叶里，除了半露住的肢体，隐约还可以看到半张脸，或是眼睛、下巴从错落的树叶间露出来，月光壮壮，树叶遮掩，看不到那些人是谁，但依稀可见他们身上也缠着红绳，钉着桃木钉，血水依旧一滴滴地落下。我怀里抱着的公鸡突然发出一声打鸣般的惊叫，跟着我身边暗红的人影一闪，一只手猛地扯过我怀里的公鸡，往身后一丢，朝我厉喝一声：“逃，别回头！”那声音轻明，却依稀可以听出是江叔的声音。我胸口一闷，眼睛不由得发酸，本能的想抬头去看，却被一双手摁着肩膀，将身体往村口一掰，跟着重重一推，我一个踉跄就被推得老远。隐约间只听到公鸡在槐树边咯咯的乱叫。我爸妈和六阿婆三人正伸手在那个最大的树洞里扯什么，就在我打算稳住身形看的时候，后背突然一沉，好像有什么压到了我背上，跟着脚后跟就有着什么脚打脚。我爸妈立马扭头看了过来，六阿婆跟着就尖叫道：“快回来，不能背尸出村，他是守村人，死也得守村，快回来，你这是要害死全村人，你快回来！”那声音又尖又细，宛如夜猫子啼叫。我爸妈闻声立马朝我扑了过来，尖叫道：“江颖，你个死丫头，快点给我背回来，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也就在这时，阴风大作，整棵槐树都哗哗作响，树叶哗哗地朝下落，还夹着些松落的红绳，瞬间宛如阴曹地府。我想到槐树上的尸体，再也不敢停留，顾不上背上是不是真的背着江叔的尸体了，拔腿就顺着小路往前跑。可刚跑没几步，就又听到嗦嗦作响，一棵高耸着的槐树就在不远处，树叶摇摆之间，还有胳膊腿摆动着，赫然就是村口那棵大槐树。但我明明是顺着路跑的呀，这是鬼打墙。我想转身跑，可又怕跑回村子，就闷头往前跑。可我已经能看到我爸妈和六阿婆从那槐树下朝我跑来，转眼看了看旁边杂草丛生的山坡，我一咬牙正要冲下去，就听到一个弱弱的女声道：“这里，这里。”闻声看去，却是那个穿着冥婚服在灵棚吹灭阴灯的那个女子。她这回身上依旧缠着红绳，好像在害怕什么，却不停地左顾右盼，朝我招手：“走这里，快带她走。”这回我心底隐约知道她是个鬼了，但听着爸妈的声音越来越近，我一咬牙直接冲进了草丛里。山坡陡峭，我差点直接栽了下去，幸好那女鬼在前面一把抱住我，朝我急急的道：“快跑，不要回头，不要看，闭着眼睛跑。”这荒野坡地，她让我闭着眼睛跑，以为我和她一样是鬼吗？但也就在这时，她猛地推了我一把，在我身后沉喝道：“千万别回头！”我身体立马顺着陡坡直接朝下冲去，根本就刹不住。眼前的杂草都一个多人深，很多草叶都直接朝我眼睛扎来，我根本就没有胆量睁开眼，几乎是半眯着眼睛，靠着惯性往前冲。可这坡明明就几米高的，这会一路冲下去，就好像没了尽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被压着的背上突然一轻，跟着直接一头就栽倒，额头好像撞到了一个微软的东西上，但也一阵闷痛，忙就地一个转身站起来，转手就往背上摸，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背出来的尸体，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压着我的背。心头一阵后怕，往四周看了看，却发现已经出了村，到了镇上的大路上，天色也微微发白，眼看就天亮了。想到村子里那诡异的气氛，以及江叔和神婆的惨死，我心头好像压着块石头，似乎这一切的根源都与我和江叔的龙凤胎有关。正好路上有骑摩托车送孩子读书的，我拦了个宝妈的车，让人家送我去养我的那远房亲戚家。有关龙凤胎的事情，除
除了村子里的人，就只有他家知道的最清楚了。在去的路上，我问了一下村子里的事，镇上是不会有什么秘密的，八卦传得特别快。但那宝妈知道的，只是老马家捡了具女尸，给他家儿子配阴婚，还特意请了人唱傩戏。这戏很多年都没人唱了，好多小年轻都没见过。当晚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去看了，傩戏这东西确实少啊，可配阴婚唱傩戏，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再多问，这宝妈就不知道了。她一切以孩子为中心。那远房亲戚是我妈的堂姑，我就叫姑婆。到的时候，她正从地里摘了豆角回来，见我被人家送到家里，还吃了一惊，但也客气了一下，还帮我给了车费，又问我有没有吃饭，从鸡圈捡了鸡蛋，说给我煮个面，绝口不问我怎么突然回来了。姑婆，我拉着她轻声道，我想知道龙凤胎的事情，就是以凤引龙的龙子的那个事。姑婆吓得手里的鸡蛋啪的一下就掉地上了，嘟囔道，什么以凤引龙，你还以为自己是凤呢，脸皮还这么厚。姑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对吧？江叔死了，我爸妈让我背尸绕村，还让我和他结冥婚。我拉住他的手，小声的道，我是跟你长大的，你不想我出事的对吧？爸妈把我送给姑婆养，因为她是个无保户，想养个孩子作伴，从小到大她对我也挺好的。听我说到背尸冥婚，姑婆手抖得厉害，只得叹了口气，拉着我到一边坐下，择着豆角。在农村没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什么事都没你的份。地里结的豆角黄瓜，别人想摘就摘，你还没死了，你的东西他们就当自己的。只有女儿的比我好点，可也等着你死了吃绝户。无论什么事你都说不上话，一句你没儿子就淹死你。姑婆语气中尽是唏嘘，朝我喃喃的道，你爸妈接连生了4个女儿。我听着愣了一下，不是只有大姐二姐吗？姑婆择着豆角咔咔作响，瞥着我道，他们为了生儿子到处信迷信找偏方，你二姐下面有一个你妈吃多了转胎丸，生下来是个阴阳人的，被逆了。后面还有一个，据说是你妈在野仙洞里接的种，生下来是个长鳞带尾巴的，就被埋了。姑婆哀哀地叹住气，无奈的道，你爸妈命中无子，没办法，可他们不死心啊。后来就听你们村那个收敛的六阿婆说，有个秘方叫以凤引龙，只要他们命中有女就可以了，就像有的女娃命中注定有弟弟，接过来养就会生儿子一样。姑婆说到这里，手连豆角都择不动了，干脆拍了拍我的手道，可没生下来，谁知道命里招不招娣。六阿婆就想到了龙凤胎的传说，前世深情不悔的，这是只要女子投胎，男的也跟着入胎，再续前缘成龙凤胎，那怎么办到的？怪不得我爸妈一再强调我和江叔前世是龙凤胎，可这怎么确定前世父亲受到要再续前缘的地步？又怎么以女子魂入胎？这和我现在背尸以及那棵钉满了裸尸的老槐树有什么关系？姑婆听我问怎么以凤引龙，浑浊的眼睛跳了跳，沉眼看着我道，你真的给江叔擦身收敛背尸绕村了，所有古怪的事情都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忙点了点头，那你看到了什么？姑婆手里捏着的豆角都掐出水来，我忙将江叔身上钉在桃木桩缠着红绳说了。姑婆眼皮耷拉着，豆角都捏得不成样了，青色的汁水满手都是，却依旧沉默不语。我瞬间明白，他想让我看到的并不是江叔身上的桃木钉和红绳，那还有什么？脑中飞快的闪动，除了隐私部位没敢细看，我也没好意思动手擦，让六阿婆代劳的。她身体每个部位都是我用热毛巾敷擦过的，除了亲手印就是桃木钉和红绳。姑婆似乎叹了口气，悠悠的道，你们村那个老马家和你家有仇吧？他这问的有点跳脱，农村嘛，哪家和哪家没点冲突？今天你挖了我家的田埂，明天你不小心踩了我家的菜地，后天你家狗撵了我家鸡，更不用说闲言碎语了。我小时候不住在那个村，但对老马家和江家的仇却是知道的。原因很简单，老马家有5个儿子，却穷的叮咚响，当年计划生育，连家里的鸡鸭牛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以及家里多的几个碗都被扒拉走了，是真的家徒四壁。可人家就是不停的生儿子，总感觉儿子多就有底气，可一家子都是好吃懒做的，全靠仗着儿子多在村里横行霸道。最让他们家看不起的就是3个女儿和一个傻儿子的我家了。我爸是做木匠的，以前村里建房啊，结婚打家具啊，打棺材呀，再不计平时的桌椅板凳什么的，哪有不求他的，所以还算有点家底。老马家的儿子到我家拿小凳子啊，木搓机呀，嘴上说等他家大人来给钱，其实就是白拿。有时吵起来，他们就骂说江家就一个傻儿子，留着家底有什么用？还不是便宜了别人，还不如把大姐二姐全嫁给他家。
反正他家5个儿子，上门也可以。我高考后回家住了1个月，那时大姐二姐在外面打工，已经结婚了。老马家那几个儿子就经常跑家里来，说什么我大姐二姐打工和人跑了，以后家里没人照顾傻儿子，让我嫁给老马家，这样在村子里也有个照应。更甚至有次我洗澡，他们还爬窗户，幸好江叔发现了，拿竹竿给他们打了下来。老马家还大骂说江叔一个傻子，难道还能娶妻生子续香火呀？江家就是要绝门绝户的。现在姑婆这么一问，我这才想起来，老马家都是些好吃懒做的，5个儿子好像没一个成家的，怎么死了个儿子？还有钱唱傩戏，傩戏是祭神驱鬼的，谁家结冥婚请唱傩戏的？而且就是那一晚，江叔死了，我爸妈却没有追究。现在听姑婆这么一问，江叔的死明显和老马家有关。我原先吓懵了，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这会想起来，这事就得报警。看着姑婆道：“借你手机给我用一下。”姑婆看了我一眼，捏着豆角，叹了口气：“你帮我把这豆角择了，我去屋里拿。”我一边点头，一边道：“你想让我看江叔身上的什么？那些青色的手印，按六阿婆的说法是鬼抓的，可如果不是呢？还有就是，为什么神婆明明被村医带走了，却又被钉在那槐树上？我一时也不知道昨晚那恐怖的场景是不是我的幻觉。还有那个穿冥婚服的女子，这回回想起来，似乎有点面熟，但她不只是穿了冥婚服，脸上还敷了粉，化了入殓妆，根本就看不出本来的样子。我一边想着那冥婚服女子的样子，一边想着等下报警该怎么说，但择了一手豆角了，姑婆还是没动静，本能的扭头唤了一声姑婆，可一转头，额头上重重的就是一痛，眼冒金星。姑婆手拎着一根扁担，对着我脑袋就又砸了过来，我连话都来不及说，就只感觉眼前一片猩红，跟着就晕了过去。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却发现眼睛糊着血，似乎怎么都睁不开，脑袋裂了一般的痛，微微眯眼看了看，却发现自己居然又到了那棵老槐树下，而姑婆却在旁边烧着纸，边烧边念着什么，隐约的听到该死的都已经死了，也可以了，我把江颖送回来了，等他背尸绕村偷龙转凤后就放过他吧。我听着迷糊，什么叫该死的都死了？努力睁开眼看，一睁眼就是六阿婆那双浑浊中带着萝卜花的眼睛，她朝我呵呵的笑，醒了就起来背尸吧。这会我才发现天已经黑了，我爸妈依旧撑着大红伞站在槐树下，那只公鸡我妈又抱在了怀里，他们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我。姑婆正在槐树最大的树洞前烧纸，见我醒了，朝我招手道：“江颖，过来背尸吧。”我头上挨了2扁担，痛得厉害，怎么也没想到姑婆居然下这么狠的手，突然有点后悔，不该去找姑婆的，我就该直接报警。整棵槐树上都是钉住的尸体，我就不信警察不管，本能的想抬眼看，头顶立马就一片猩红。六阿婆又在我头顶撑起了红伞，朝我悠悠的道：“江颖啊，你们是一家人，不会害你的，就算他们不心疼你，姑婆还不心疼你，她刚才还砸我2扁担呢。”我看着头顶的红伞，伸手想扯开，但头晕得厉害，加上1天没吃东西了，身体一晃就栽倒在地上，头磕着，又是一痛。想到江叔那满身的青手印和钉满身的桃木钉，以及挂满槐树的身体，明显他们在搞大事情，就算死也死得明白吧。我干脆摊开双手，躺在槐树下，朝六阿婆道：“我现在这样子，想跑也跑不了，我也知道的不少了，要不你们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好配合呀，要不然等背完尸，你们也将我钉在这老槐树上。”我呵笑了一声，懒懒的道：“我在外面有工作，有朋友的，无缘无故的失踪了，那边总会有人问的。”六阿婆眼睛转了转，将红伞往一边撑了撑，似乎在问我爸妈的意见。过了一会，才听到姑婆道：“你过来看吧。”我听得疑惑，却还是努力站起来，走到姑婆旁边，顺着她手指朝里看去，果然江叔的尸体缩藏在槐村最大的树洞里，他身上的冥婚服都不见了，连满身的桃木钉和红绳都不见了，宛如新生儿一般光溜溜的蜷缩着，闭着眼，身上也看不出死气，就好像只是睡住了一样。我诧异地看着姑婆，她是自己跑进去的吗？这树洞藏个5、6岁的孩子可以，但要想藏在20多岁的大人，还蜷缩得这么好，根本就不是能从外面塞进去的呀。姑婆叹了口气，烧了会纸，将手伸进树洞，把江叔并拢的这腿掰开。你看吧，他这也就算是龙凤胎，可终究男女有别。擦身时我都不敢看，让六阿婆帮忙擦的那里，我本能的想避开眼，可想到姑婆提到让我看的，
又僵住了脖子，干脆估计不上羞耻，顺着姑婆手指着看过去，瞬间整个人都感觉不对了。江叔根本就不是我弟弟，而是个妹妹。我扭头看向姑婆，又看了看我爸妈，他们都朝我点头。姑婆将掰住的手放下，朝我道：当年六阿婆所说的以凤引龙，是因为神婆发现这老槐的树洞里藏了一对大蛇，估计也几百来年了，不时引雷击这棵老槐树。这种定藏于老树中的，都是一成精怪的。他以为蛇成一窝，必然一公一母。在抓到一条后，找养蛇人看了，确定是母蛇。姑婆瞥了一眼六阿婆，语气带着无奈，冷哼一声，想助以凤引龙，就是先让你妈吃掉这么母蛇，先引血，再食胆，吃肉，用红绳将蛇皮裹于腹上，让蛇魂无法逃离，只得投胎入腹。而蛇报复心强，一条被捉被食，自然要报复，等另一条入户寻仇时，想办法捉住，用桃木钉将蛇身钉住，等算好日子，你妈将要受孕时，再一刀毙命，用蛇血涂于缠身的蛇皮和肚皮上。他们怀恨在心，加上半生不离，自然投胎。以前这以凤引龙的法子也不是没有成功过的，可谁知道那2条蛇根本就不是一公一母，而是2条母的，生下你和江叔都是女娃。姑婆语气尽是无奈，苦笑道：可六阿婆已经将以凤引龙的法子说出去了，村里人都以为你妈怀的是对龙凤胎，她连生了4个，前面还有2个出了事，再生下去就没命了，所以他们就把江叔当男孩子养。我看着那蜷缩在树洞里宛如新生儿的江叔，心头突然阵阵一酸，扭头看着我爸妈，这么多年就没人发现吗？你爸妈生了好几个，费了好大劲才得这么一个儿子，护得紧一些，不让他和别人玩，大家也理解。小的时候所以也没人发现，可到了4、5岁的时候，江叔慢慢大了，见村里的男孩子站着尿，就会好奇地问。姑婆语气尽是无奈，那时他会问，可不是说江叔4、5岁都不会说话，才发现智力有问题吗？我猛地想到了什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爸妈，所以他不是天生的傻，是你妈为了药，每天在饭里掺点，吃个1、2年，一般的医院小检查是查不出来的。姑婆蹲在树洞边，烧着纸，挨了口气道：那神婆估计也是知道的，所以就说她是守村人，免得她被村里人欺负。后来长大点了，怕她变成女孩子，你妈以前吃的转胎丸就给她吃，所以也一直没发育，也没来鬼水。所谓的转胎丸其实就是大量的雄性激素，孕妇吃了能让身体激素紊乱，她都因为吃转胎丸生出了阴阳人了。在知道这转胎丸是什么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江叔有女性特征，居然给她喂转胎丸。我听着只感觉全身发抖，看着姑婆道：所以当初我和江叔就是随机挑的。小时候我还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孩子，就会和江叔一样养在爸妈身边，他们会偏心江叔一样的偏心我，我就不用跟着年纪大没有孩子的姑婆，不用帮他下地，帮他洗衣做饭当伴，不用被同学嘲笑是爸妈不要的孩子。我怎么也没想到，为了所谓的男丁，他们把他当男孩子养就算了，为了遮掩，居然狠心的将他毒傻。怪不得别人父母恨不得龙凤胎前世是夫妻这种话不让人说，怕犯了人伦忌讳，他们就到处宣传我和江叔前世是夫妻，这是成了龙凤胎，虎毒都还不4子呢。一个健康的女儿不比一个傻儿子强吗？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就是让村里人知道他们有个儿子，就为了有一个名义上的儿子。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犀利，我妈被我盯着，脸上带着难堪，猛地瞪了我一眼道：他在长大，他以为自己是男孩子，等上学了就会和那些男孩子一样站住尿，会和男孩子去河里游泳，总会被发现的。让他变成傻子，不去上学，一直在家里有我守着，就不会有人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了。我们家有了儿子，村里那些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们，不会欺负你们姐妹，他们就不会盼着我们死，等着吃绝户。他傻就傻，我们会养他一辈子。我对他不好吗？打小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他长得都比你高一个头，你又不是没见过他。他整天笑嘻嘻的，我们不缺他吃，不缺他穿，你大姐二姐哪个不嫉妒？我们偏心他，你们长得这么像，我想着等你结婚嫁人了，把这事告诉你，再给江叔找个不懂人事的傻媳妇，等你生了男娃，抱一个回家养，当是江叔的，我们帮着将孙子养大，续上江家的香火，一切就都天衣无缝了。我妈一边巴巴地说，一边眼泪纵横，嘴上却丝毫不饶人，指着我道：是你，如果不是你一直不肯结婚，不肯帮他生个儿子，怎么会被发现？我听着他一顿输出，只感觉心头一阵拔凉。以前我知道他们重男轻女，就算是个傻儿子，在他们眼里也比我们这些正常的女儿看得重，可我没想到
他居然将毒傻一个正常的女儿还给他一直喂药，说的这么理所当然，更甚至还想着再娶一个不知人事的媳妇进来，还要抱养我的孩子给他当孙子。他前面还祸害了2个呢，还要祸害多少人？这一切就是为了有儿子，续香火。傻的、假的、不孝的、没用的都无所谓，就是名义上一定要有一个儿子。以前我也恨过他们，后来见他们对傻傻的江叔都这么好，想着他们也算是好爸妈，只是不是我的好爸妈，所以大姐二姐远嫁，他们各种奇葩催婚，我也尽量不去恨他们，大家维持表面的和谐，不去揭那些暗处的伤疤。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所有的好是在毒傻了江叔的前提下，看着他们，我一步步的后退，目光落在树洞里的江叔身上，冷笑道：所以现在他要报复全村了，让全村人都死，对不对？所以江叔的尸体上钉着桃木钉，绳着红绳，这不就是他们所谓的以凤引龙时用来对付那2条蛇的吗？怪不得江叔尸体一消失，他们就知道他来了槐树下，怪不得江叔尸体上的桃木钉和红绳转到了这槐树下，那些尸体也被钉在这槐树上，是江叔在报复他们。是你，我妈居然还朝我大吼，脸带凶狠，如果不是他帮你打了老马家的儿子，他们怎么会发现江叔是女的？他怎么会这么惨？怎么会死？我先是一愣，猛地想到老马家儿子偷看我洗澡被江叔打的事情。后来我就去读大学了，暑假几乎都要兼职，只有过年时回来。老马家那些儿子虽然看着我都露出猥琐让人作呕的笑，但却并没有太过分的行为。我以为是被江叔打怕了，想到江叔死的那一晚正是老马家儿子冥婚，还有那几次出现的穿着冥婚有些面熟的女子，我心头隐隐有了不好的猜想。我妈这会好像发狂了一样，一把扑过来，将六阿婆手里的红伞推开，朝我低吼道：你抬头看啊，看啊，老马家一家子都在树上挂着呢，他要让全村人都死，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我顺着他手指看去，果然在树冠的一侧看到了老马家那几张让我作呕的脸，不解地看向爸妈，到底怎么回事？我妈这会情绪完全崩溃，好像又怕又愧疚，抱着我的身体发软，慢慢地滑落了下去，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反倒是我爸从头到尾都是沉默的，似乎无论是生不出儿子，还是所谓的以凤引龙生了双胞胎女儿，还是我妈将江叔毒傻，给他不停的喂药，让他没有任何女性特征，更甚至现在他都是这么沉默，似乎一切事情都跟他无关。这会被我看着，他冷咳了一声，磨着牙恨恨的道：江叔打了老马家那几个狗娘养的后，他家一直仗着儿子多，就横行霸道，肯定是要打回来的。江叔是个傻的，虽说神婆知道些端倪，特意散不住他是守村人的谣言，可老马家儿子被打，哪噎得下这口气？有一天趁我爸妈不注意，把江叔骗到这老槐树下，估计想让他钻进树洞里，再把他困在里面打。可这树洞小，江叔钻不进去。老马家几个儿子推搡的时候，发现江叔的性别，他们家穷的连吃饭的碗都只是刚刚够，一家子7口人，平时都在村子里打溜，没一个出去打工挣钱的，5个儿子没一个娶媳妇的，全是二流子。这些老光棍在发现江叔的性别后，一切就都变了。他们先是无耻地凌辱着江叔，后来居然还借着江叔的事情要挟我爸妈。如果以前没有儿子，他们被嘲笑都受不了，要搞什么转胎丸、戒野仙，现在养了20几年的儿子居然是假的，这样一个大笑话只会让他们在村子里更抬不起头。所以他们没想过给江叔出头，而是任由老马家那些畜生要挟，时不时给他们钱，反倒让他们更加猖狂。江叔更甚至完成沦为了他们家。我光是听着就喘不过气，看着树洞里蜷缩着宛如新生儿的江叔，胸口一阵阵的发着闷。这么多年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每次我过年回来，他还笑嘻嘻的分好吃的给我，别人家做喜事的喜糖啊，或是白事抓回来的瓜子花生啊，连别人散的烟他都要给我留着。可我对他的关心从来都只在于给他买新的衣服鞋子 YC， 更甚至面对一张和自己相像的脸，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的性别。我身体慢慢发软，坐在地上朝我爸道：那他是怎么死的？他们对江叔都这样了，要钱也给了，为什么还要害死他？我想到江叔死时全身的青手印，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老马家，我爸牙磨得咯咯作响，抬头看了一眼被钉在槐树上的尸体，冷冷地道：我们原先以为只要给了他们钱，他们就真的会帮我们保守秘密，可他们就是一条条喂不饱的蛇。他们认为我们给钱给少了，越要越多，我们不给，他们就……我爸脸一点点的憋得发紫，最后咬着牙道：
偷偷告诉村里人江叔是女的，他们收钱把江叔带到这村口的老槐树下。你们居然一直不知道，我不敢想象这几年里江叔经历了什么。眼前尽是他尸体上那黑青黑青的手印，他被喂多了药，不会怀孕。老马家的人经常会把他带走，我以为就他们家的人，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全村的老光棍、老男人，一直到10来天前，村里的赖二头找我打一张床，不肯给钱。我爸脸从此变青，冷冷的道：“我去讨。”他骂我说：“全村男的都是我女婿，他也是我女婿，让我打张床就是用来睡我女儿的。”他没找我要几床棉被，我还好意思收钱，说等我们一死，我家连根房梁都要被搬空，还要什么钱？我原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他让我去老槐树下看看就知道了。我爸脸色发冷，慢悠悠的道：“在村子里的就只有江叔，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背着斧头去了。结果这树下除了老马家几个儿子，还有一堆人，他们……”我爸猛地抬头，朝上指了指树冠上挂着的几具尸体，他们都在，一边看还一边，他似乎喘不过气来，恶狠狠地朝我道：“我一时气不过，砍死了老马家的大儿子。”他说到这里，所有的情绪似乎都平复了过来。当时人多，他们都看见了，但这是闹起来，只要报了警，全村没一个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老马家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江叔嫁给马老大冥婚，还让我出钱唱傩戏。我不报警，他们不追究我，我也不追究他们。我爸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已经平稳的没有半点波澜了，拿着锣靠着那老槐树，掏出根烟点住。我和你妈没办法，想着都已经闹到杀人了，他们以后总不敢欺负江叔了，所以就给他穿了冥婚服，让他和马老大冥婚。可没想到就在冥婚当晚，唱傩戏他们都不看，他们就去冥婚的灵堂，把江叔……我爸吸着烟，一口就到了屁股那里，吐了口浓烟圈，更甚至还有人为了刺激，把他带到这老槐树下。我和你妈被村里其他人偷拦着，根本就不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江叔就是你看到死时的那样了。我眼前闪过江叔死时的样子，满身的青手印，根本就不是鬼抓的，就是人抓的。他一身冥婚服，结果却走上了死路。我爸却突然咯咯的笑了，他们怕被发现，就把江叔脱光，塞到这树洞里。江叔比你都高一个头啊，怎么塞得进去？他们就折断了他的手脚，将他硬塞了进去。可他们不知道啊，江叔和你是这老槐树里寄生的双蛇，这老槐树就是他的巢，他怨气不散。尸体刚被塞进去没多久，那些人还想着回去看傩戏，才不会被发现。结果刚到灵堂，就被这槐树的根给卷了过去，缠在了树上。我爸说到这里时，语气中隐隐有种畅快，还朝我指了指：“你看老马家这几个，还有这几个，他们都是被槐树的根给卷上去的，是树枝贯穿了他们的身体。”似乎是说穿了，他也没什么忌讳和隐瞒了，又点了根烟，还从口袋掏出一根狼牙手电，朝上照了照，透过树叶，确实能看到老马家7口，还有村子里一些半熟不熟的面孔，都被树枝穿透，扎到了槐树上。他们和神婆不一样，被贯穿的地方没有伤口，就好像整具尸体就是贴合着长在树枝上的。我爸还将狼牙手电转了转。那天凌晨看着傩戏的时候，被树根卷走的人越来越多。我找到江叔尸体时，见到这些人死了，还挺畅快的。可慢慢的发现，这老槐树不受控制了，发了疯一样，不管男女，也不管是不是欺负过江叔，全部都卷到了这老槐上。也有人想跑出村子，可这老槐几百上千年了，早就成精了，根系布遍整个村子，一旦有人出门，立马就有根如蛇一般的卷出来，将人贯穿在树上当肥料。村里人人自危，电话信号全部被屏蔽了，连报警都不能。你不知道那一晚大家有多恐慌，紧闭门窗，生怕有树根什么的窜过去，卷人挂树上。一直到后来神婆出手，帮我们将江叔的尸体拉回去，以桃木钉接骨，又以红绳缠身，阻止他怨气与老槐树相通，这才没有人再死。但神婆也说了，他头七的时候怨气最重，怕靠这点桃木钉根本压制不住，得你这血脉至亲一卵双生，且以前在老槐树下相伴之情的回来，为他擦身收敛，消除怨气，背尸绕村7日，唤醒他对这村子里的感情，他才会真的放下。我爸巴巴地抽着烟，看着我道：“你给他擦身，那些青手印就消失了，你背尸也不重对吧？他还是对你最有感情的，只要你背尸绕村7天，消了他的怨气，村子里还活着的那些人就不会死了。”我爸说着，又朝我指了指树洞里的江叔：“你姑婆也是怕你报警，这事说出去谁会信啊？就算警察看到这满槐树的尸体，把树砍了，可没消了江叔怨气，这树根满村底都是，能保证挖的一条毛根都不剩吗？
这老槐树又不是没被挖过，当时差点就死人了，万一报警，反倒害死了更多人呢。所以不得已才打晕你，带到这里来的。你如果不信的话，等背尸回去后，我带你去村医家问，他们一家还活着，到时你就信了。他说着的时候，其他3个人都点了点头，站在这棵挂满尸体的老槐树下，听他们讲着来龙去脉。我只感觉全身发寒，但目光不由得往神婆那边看了看。可如果我爸说的都是真的，那为什么神婆会跑到停尸棚自杀，还说命为心，血不由，换得龙凤的自由？他从头到尾都护着江叔，为什么他死了，尸体也被强行钉在槐树上？还有那所谓的偷龙转凤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今天凌晨我不是背了个什么出村的吗？我爸妈说的有理有据，还有人证，但光是神婆这件事就让我感觉他没有说实话。但天快亮了，那老槐树上又开始哗哗作响，那些被树枝穿着的尸体手脚晃动，树下面似乎真的有什么在游走。不远处的村子里传来了敲锣的声音，我妈整个人都哭瘫了。我爸说完就好像松了一大口气，自顾地抽着烟，反倒是六阿婆和姑婆比较着急，不停地催我快点背尸回去。我看着树洞里江叔那赤裸的尸体，只得半蹲了下来，总不能让他这样一直蜷缩在树洞里吧。他们立马手忙脚乱地将尸体拨到我背上，依旧是背靠背，用白布缠上，只是这次是姑婆给我打伞，六阿婆扶着我妈，让我爸在前面开路。江叔的尸体依旧不重，可我每走一步，他的脚后跟就打着我的脚后跟，而姑婆也和六阿婆一样，在一边轻念着背尸女1步了恩仇，2步断红尘，3步入冥府，4步寄生魂。姑婆并不像六阿婆刻意将后面几个字含糊其辞，我听着猛地一惊。就算我再不懂这些东西，可寄生魂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想扭头朝姑婆看去，但背上原本并不重的尸体好像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也就在这时，槐树边晨雾涌动，那个穿着冥婚服的女子又出现在一边的杂草里。这次她朝我笑了笑，可她没张嘴，跟着我脑后就传来了江叔的声音：不是我害死了全村人。我听着诧异地往那女孩子看了一眼，她又朝我笑了笑，跟着我脑后就又传来了江叔的声音：是爸爸，他会鲁班术，让我的身体和生魂脱离，用我的身体控制了阿术。我听着本能地抬头朝前看了一眼，我爸走在最前面，一下下地敲着锣，喊住阴人过境，阳人回避。随着他走动，弥漫的雾气都被他驱散开了。可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六阿婆和我妈走上前的时候，那雾气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就好像他们不是实体。我不由得低头看了一眼，却发现自己走路时腿会驱开雾气，可旁边帮着举伞的姑婆双腿窜到雾气的时候，那雾气根本就没有变。她也，整个村子除了爸都没有活人了。妈，六阿婆和姑婆，还有村子里那些没有被挂到树冠上的村医什么的，其实都是他用鲁班术控制的傀儡。原本神婆是唯一活着的，可他以血命祭了阴灯，我才能挣脱掉身上的桃木钉和困魂绳，去浴室提醒你逃，现在也才能跟我说话。江叔的声音依旧稳稳地从我脑后传来，我想着神婆以血命祭灯后，才有了浴室的字，以及江叔尸体消失，胸口也一阵阵的闷痛。他为了保护江叔，掰了个守村人的身份，明明他可以逃的，却又特意回来，用命祭了灯，眼睛瞥着那一身冥婚服，脸上带着浓妆的女子。我突然知道为什么看他面熟了，他就是江叔啊！这回他还朝我笑，一如这些年他每次见到我一样，朝我悠悠的道：他将所有尸体挂阿树身上，就是为了等你背尸绕村，点阴灯7日，寄生魂后可以借你我躯体与他血脉相连，夺我们前世造化，再炼化槐树上那些尸身成傀儡，受他操控。也就是说，一旦他成功了，这满村所有人都是他的傀儡，外面的人也看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让你报警。江叔声音沉而稳，没有半点恨意，也没有半点抱怨。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转眼看向他，他依旧是笑住的。其实在5年前，爸就开始布局了，整个村的木匠活都是他做的，他用鲁班术一点点的布局，直到前天才收网。我提醒过村里人让他们逃，可除了神婆，他们都不信。那晚的傩戏就是引导鲁班术的，来唱傩戏的也都不是人，全是木偶。江叔声音有点发急，朝我悠悠的道：我尸身解困后，他居然将阿树给困住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背着我回去，将阿树救出来，要不然阿树被他控制，真的会将全村人的尸体都炼化成傀儡，永生永世不得超生。江叔说到这里也开始发急了，催着我道：回树洞那里去，或者逃走，不要回来。我背着尸体看
看着他脸上敷住的厚重白粉，感觉到背上尸体的脚后跟打着我的脚后跟，胸口的闷意越发的浓。就算到现在，他也给了我选择，脚不由得站住，慢慢转身去看那棵老槐树。快走啊，天快亮了！姑婆忙来拽着我胳膊，前面的六阿婆和我妈也停了下来，朝我道：江颖，快走啊！晨雾在他们身边涌动，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身体。我爸敲着的锣也停了，朝我道：你再不走，村子里活着的那些人也要死了。神婆是自尽的，被村医带走，为什么她的尸体也会出现在槐树上？我半弯着腰，努力昂头看着我爸。你说那些人看傩戏，还特意将江叔带到老槐树这里找刺激，害死他后折断了手脚，塞进树洞里。江叔的怨气唤醒了老槐，才开始害人性命。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更甚至，连那些人害人后怕被发现跑回去看傩戏都知道。他说老槐用树根拖了人挂树上，他还跑到树洞里找到了江叔的尸体。那个时候为了保命，不都要远离老槐吗？你不信我的话，我爸重重地敲了一下手里的锣，拿锣锤朝村子里一指道：你要让村子好不容易活着的这些人也都挂树上去，成了那老槐的肥料吗？算我求你了，只要你剩下的6天里背尸绕村，守着那2盏阴灯，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不结婚，生不生崽，我都不过问，行了吧？我爸语气越发的严厉，随着他锣锤一指，村路弥漫的晨雾里，村医他们都迎了出来，远远的就朝我道：江颖，救救我们吧，我们不想被挂在树上。江颖，他们说着说着就真的跪了下来。六阿婆也无奈地朝我道：你怎么还是这么不听话？快点吧！我妈只是用那种失望的表情冷冷地看着我，果然不是我带大的，不听我的。当初要是你肯早结婚，生个男娃给江叔，他怎么会死？是你害死了江叔啊！我妈说着，又气得捶胸顿足。而一边的姑婆也推了我一下，叹了口气道：走吧，虽然村里这些人也可恶，可江叔已经死了，死了这么多人也够了。一边穿着冥婚服的江叔朝我摇了摇头，该没事。我爸也冷哼一声，江罗一丢，你爱背不背？我和你妈2条命，换这满村子的命也值得了。他们死了活该。以前我们没儿子，他们就看不起我，这个欠我工钱不给，那个拿我做的东西跟拿自己的一样。我有了江叔这个儿子，他们又笑话我生了个傻儿子。后来江叔被全村男人欺负，他们都知道，全都看热闹，说人家生的赔钱货，至少还能要到彩礼，我生的赔钱货还要花钱请人睡，还说江叔被这么多人睡了都没下个蛋，是个连蛋都下不出来的。我爸越说越恶毒，朝我冷呵呵的道：你走，你背着江叔的尸体回老槐树那里，让那棵成了精的妖树把我们都吃了。你走啊！他气急败坏，直接就坐在村路上抽着烟。我妈也瘫坐在地上，呼天抢地的哭。六阿婆在一边劝他，又叫我快点背尸绕村。村医他们也都在村路上朝我磕头，求我快点背尸绕村，救救他们。姑婆叹了口气，朝我道：先救人吧，其他以后再说。看着我爸嘴里叼住一红一闪的烟头，我背着江叔的尸体猛地转身朝着老槐跑去。其实江叔的话和我爸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信谁的，但我有办法试探。就在我转身2步的时候，我胳膊瞬间被2只宛如铁爪子般的手给抓住了。姑婆死死地扣住我胳膊，江颖，背尸绕村，点7天阴灯，快！我朝她呵笑了一声。姑婆从来舍不得打我，就算要我回来背尸，怕我报警，也会好言劝我，而不是直截了断给我2扁担。从我开始醒来，他们就一直在做戏，半真半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我分不清真假。我爸妈没有掩饰对村里人的恨意，却又表明不得不让我背尸绕村，就剩下这些无辜的人。这唯一破绽就是那个神婆，她的死，我爸怎么也圆不过来，抬脚对着姑婆就是一脚。我拔腿就朝老槐跑去，可刚跑2步，脚下就是一紧，跟着重重栽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我满嘴鲜血，背后还压着江叔的尸体，艰难地抬头一看，就见身边围满了人，无数粗壮的树根宛如游蛇一般在地上游动，似乎只要我一动，立马伸过来贯穿了我。江颖，你姑婆不该供你上大学的，女孩子读多了书就管不住了。我爸走到我面前，抬着脚勾起我的下巴，朝我冷冷的道：你居然信一个女鬼的？不信我们江叔的生魂是我用桃木钉一钉钉的给打出来的，还特意用红绳缠身，让他魂不附体。我怎么会听不到他跟你说的话？可你居然信他一个傻子！我爸脚尖在我下巴勾了勾，强迫我抬头看着他，呵呵的笑道：你跟他一样傻，这村子里的人哪个看到你们不是笑话你们的？说江叔是个傻子，经常侮辱性的逗他，说你是个被爸妈抛弃的
还有个傻弟弟，他们哪个看你们时不是带着几分嘲弄，跟逗傻子一样？他们死了不好吗？我爸慢慢蹲下来，眼里尽是狠意。况且只要你背尸绕村，祭了生魂，他们就不会死，他们会和这棵老槐融合成一体，就像你和江叔一样，跟树一起活着。只不过以后他们听树的，而树听我的。我爸语气森森，朝我好生劝道，这样村子里就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们家了，你大姐二姐也会回来了，大家也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了，活得像一棵树一样和谐，不好吗？我只是看着他，悠悠的道，是你杀了江叔？我爸听到我问，先是一愣，跟着毫无悔意的朝我道，他活着也痛苦啊，被全村的男人玩弄，我这是帮他解脱，你就没有好奇过，以前江叔有点痛什么的，你都能感觉到，为什么这几年江叔经历了这么多，只有死时你有感觉吗？早在5年前，我就在整个村子周围以鲁班树布了个局，隔绝了你和江叔之间的联系，你是最后一步，你如果不回来，我怎么都完不成，所以我不敢让你发觉。村子里这些人，他们不是爱占便宜，爱拿我东西吗？我在每件东西里面都下了手脚，只等到每家每户都有压剩的东西，布局完成，我就开始收网。他和你本身就是这老槐阴气所化，我就在这老槐下面用桃木钉一钉钉的将他钉死，他的痛苦，他的血都会让老槐感同身受。在我压胜树下，老槐的树枝、树根都会变成我的手脚，我让他杀谁就杀谁，你知道吗？为了让老槐的根长满整个村子，我这4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偷尸体埋在村子里的其他角落，就是为了让老槐的树布遍整个村子。千年树妖，以师辅之，威力有多大？那天凌晨，树根一发动，不过就是半个小时，全村人没一个人能逃过。我爸脸上尽是得意，跟着却摇了摇头，不对，有一个逃了。那神婆，就他信江叔的话，他逃了，他逃就逃了，居然还回来以血命祭灯，解了江叔身上的困尸术，还给你提了醒。他说到这里，脸上阵阵阴狠，低头朝我道，你知道吗？我本来只打算在这老槐树下杀了江叔的，可他一个傻子，居然知道我在做什么，天天在村子里嚷，让大家快跑，再不跑就要死了。他想坏我的事，我如果不是时机不到，早就杀了他了。所以我让他死得很痛苦，一根根桃木钉钉进他身体里，你看到了对吧？我爸将手指朝我伸了伸，冷冷的道，这么长一根，钉满了他全身大血，钉进去的时候他很痛很痛，还傻傻的叫我爸爸。你不想这样的对吧？江颖，你一直比他聪明，识时务，你不想这一根根的桃木钉钉进你身体里吧？他居然还真从口袋掏出一把桃木钉，朝我晃了晃，要试试吗？根本就不给我回答的时候，他直接捡起地上的锣，将那桃木钉对着我被姑婆扯着的胳膊，砰的一声就钉了进去。我痛得想尖叫，可一张嘴就呛着气，只是闷哼了一声。想到江叔那满身的桃木钉，我都不敢想象他是怎么承受下来的，痛得泪眼婆娑地看着他。眼看他又要将一枚桃木钉给钉进来，我连忙摇了摇头，果然不傻的就知道怎么选。他捏了捏我的下巴，冷冷的道，那就起来，背尸绕村，点7天阴灯，别耍花招。为什么？我深吸了几口气，将痛意压下去，看着他道，为什么要就算杀了我和江叔，也要害死全村人？我没想害死他们，我只是让他们不要看不起我，让他们听我的，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生不出儿子的臭木匠。他眼带癫狂，一字一句地朝我道，前面我没儿子，他们经常欠我工钱，不给就算了，后面我们都这么努力，有个儿子了，他们又嫌弃江叔是个傻子。还有老马家，他们睡江叔还不满足，还要我给钱，说睡傻子，他们亏了。村里这些人哪有一个肯帮我们，肯帮江叔的？他们只知道看笑话，还去看江叔被欺负。我只不过是帮江叔报仇，你也想的对吧？他语气又慢慢带着诱惑，伸手把那钉在我胳膊的桃木钉给拔出来，将我拉起来。你如果不背尸绕村，不祭生魂，这些人死了就是真死了。只要你背着江叔的尸体，这样背靠背的连在一起，偷龙转凤命不绝，他们就又会活过来，而且不会老，会和这棵老槐同生共死。你这才是救他们，知道吗？我背上缠着尸体，他将我拉起后，努力抬头看了一眼老槐上的挂着的尸体，又转眼看了看一边好像木偶一般的姑婆他们，心一点点的变冷。
被人控制住的活着和直接死了，这么多人啊！我抬眼朝四周看去，却发现江叔依旧穿着冥婚服，朝我摇了摇头。但这次因为我爸在，背着的尸体并没有发出声音。论被控制的活着，江叔最有感受吧。我瞥了一眼我爸，背着尸体慢慢转身，他在一边满意的笑，这才是好女儿，听爸的话，不会害你的。这话他们说的自己信吗？我妈说对江叔好，就是把他毒傻，给他喂药，让他永远当一个傻儿子，给他掩饰没儿子的事实。他们劝我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也是为了我好，其实就是想让我抱一个给江叔，让他们有孙子。他们所有的为了孩子好，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脸上有光，让他们好。我转过身，旁边的姑婆立马撑着红伞过来帮我遮着。也就在这时，我一把夺过红伞，用伞尖对着我爸的眼睛就戳了过去。在我爸痛吼一声时，跟着猛地转身朝老槐树跑去，边跑边喊江叔。穿着冥婚服的江叔立马窜了过来，一把扯掉我身上缠着的白布，然后附在我背着的尸体上，朝我沉声道：去拔桃木钉啊！对，就不受他控制了。就在他说话间，无数的树根全朝着我们卷来，带着尸体的树冠也宛如利爪般垂落，一具具尸体，他们全张住双手，想来拉我们。我爸大吼：江叔，我是替你报仇才杀了他们的。江叔站在我身后，帮我挡着那些树根，却冷声道：你从来没想过救我，你只是不想再被他们欺负，可那些树根太多了，还夹着尸体，我不过是扯了一两根红绳，就被一具尸体的双手勾到了。就在这时，江叔猛地大喊了一声：江婆婆！我先是一愣，跟着就听到咯咯的笑声传来，就见那神婆脖子上依旧顶着个血洞，却一步步的从我凌晨冲下去的陡坡爬上来。在她身后有着一对穿着古怪的人，好像唱大戏的。城隍驾到，妖邪退让。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声，神婆身后那些宛如唱大戏的全部呼的一声对着老槐那些树枝扑了过去。江叔连忙推了我一把：凌晨你背的是江婆婆的尸，她出村请了城隍来，我们帮你拦着爸和这些傀儡，你快拔桃木钉。我和江婆婆都不是活人，碰不得这些。我听着她的话，这才明白，我凌晨背着冲下陡坡的居然是神婆的尸体。但这会也没时间耽搁，不管后面鬼哭狼嚎，忙扑到老槐树上，拔扯住桃木钉。这桃木钉都被钉得很紧，我手又被钉了一次，用不上力，哪拔得出来？干脆扑到树上，用牙咬着钉身朝外拔。他为了控制着老槐，变着树身，钉了不少桃木钉。我不管身后各种怪叫，不管是树枝还是尸体的爪子抓到后背，只是用牙一颗又一颗的咬着桃木钉拔出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只手扯住了我，我忙扭头看了一眼，却见江叔站在一边朝我笑了笑，跟着猛地抱住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眼前一道强光一闪，有条粗如大腿扭曲的闪电对着老槐的树身直直的就劈了下来。我什么都看不清，眼睛刺痛，却感觉江叔紧紧地抱着我，在我耳边轻声道：江颖，莫怕莫怕。眼睛突然一酸，以前我养在姑婆家，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到陌生的江家，看着爸妈以及一看就很凶的大姐二姐，我都会怕。每次都是江叔拉着我的手，笑嘻嘻地说：江颖，莫怕莫怕，就算到死。他还这样安慰我。我正想说什么，耳边突然一阵巨响，惊雷炸开，跟着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拿着小手电在我眼前晃了晃，听得见吗？我猛地吸了一口气，坐了起来，转眼看去，却发现四处焦土，尸横遍地。原本有那棵老槐的地方，只有一个巨大的焦坑，别说树身树枝，连树根好像都没了。江叔，我转身想去找他，可那医生忙摁住了我：你现在不能动，别动。我伸手推他，他一把将我摁住，跟着掏出个什么对着我一扎，我就又晕了过去。等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照顾我的是一个女警察。我一醒，检查完身体后，就给我录了口供。我想到那些怪事，终究没有说什么鲁班树、老槐树，只是说我弟弟死了，回家奔丧，结果在那老槐树下被雷劈了。那女警察告诉我，全村人都死了，有的尸体被烧焦，完全不认的，所以分不清谁是谁的尸体。还说很奇怪，很多尸体都没有衣服。这话带着暗示性，我只是摇了摇头，装头痛。我在医院住的第二天，大姐二姐赶了回来，他们看着我，没有说什么，一个帮我削苹果，一个去问医生我的情况，交住院费。或许没有父母的区别对待，兄弟姊妹会很融洽吧。我病好后
回村里看过，但那里已经被围起来了，说是弟弟有特殊的磁石，才引来了巨雷，将整村的人都劈死了。可我知道，那引来的雷和江叔有关，他最后紧抱着我，就是为了护住我。我在镇上待了1个多月，警察处理了尸体，却没有找到江叔任何痕迹。或许那个雷劈下来的时候，首当其冲就是他，所以他没了。或许他永远跟我在一起了。晚安。